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0月13号，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说你也想抓住下一波的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我们马上开始了。今天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呢来去聊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那首先呢是纳指的一个整体走势，上个星期五呢是出现了一根破位的一根大阴线，那究竟这一根大阴线是一步到位，还是说调整刚刚开始？一会儿我们来仔细的去分析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近期我们的一个跟踪的热点股票，像特斯拉、CRWV、Circle 和 PLTR 呢是 Lucy 近期一直有去跟踪的，一会儿来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那另外呢，像 DSYZ、FIG 还有甲骨文、Meta 还有 AXP和 PLUG 这些股票呢，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的，想要 Lucy 去分析一下，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去分析。那如果说没有分析到的股票呢，大家比较着急的话，可以去找 Lucy 的助教老师呢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 Lucy 对大家的一个这个股票分析是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股票的一个行情走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一根大阴线还是蛮大的啊。我们来细细的拆解一下，在上周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包括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分析，那当时有说它的一个结构9呢是走出来了，而且呢走完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星期五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它在这一个9号 K 线之后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走势当中，我们有看到过说9之后呢，它虽然有一个稍稍的调整，但是它会有一个3根 K 线的一个继续参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有去遵循它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早在这个早盘或者说开盘之后呢，它没有这个迅速的下跌。那当时呢 Lucy 给大家去定了一个防守位，这个防守位呢就是22900。我想咱们的粉丝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会员朋友都看到了我的一个提示。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说我们是上涨不言顶，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把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提到了上方，也就是说只要一旦跌破了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减仓的。而且在这一轮的一个纳指上涨过程中， Lucy 一直强调的是大家要5成仓位，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你可以灵活，你可以去当天买卖。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能灵活的处理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走势的话，那我想周五的一个盘中的话，大家应该是有操作减仓的一个动作。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在这个之前的一个过程呢，我们一直有分析说纳指呢，它现在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高点呢是不断的创新高。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出现调整的话，那也是时间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你的一个仓位控制？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上个星期五出现了这种黑天鹅事件，那导致呢它的一个指数呢出现大的变化。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呢，其实在10点多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跳水。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在这个位置它跳到中途的时候，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一个止盈或者离场，或者说我们减仓的一个标准。所以其实呢22787这个位置呢，一个平台位的话，是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去离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午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看到了 Lucy 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提醒的话，大家应该是可以记得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去写的这个盘前广播。那我们说在这个顺势的过程中呢，我们9结构9，那从过往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稳趋势也比较定的，那就是说彩虹带的一个拉升。那9后呢再看一个13，但是技术上9的低点22900这个位置是写了具体点位的，不能被跌破。如果说跌破的话，防守点那我们是要离场的。虽然说它拉升的话，最近纳指是一直比较强的，但是防守我们也要做好了，不断上移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所以大家在看它的一个这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是画过线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纳指我写的这个位置，其实如果说真的在这个位置你稍稍的有动作，哪怕说减它100股200股的话，对于后面的一个行情下跌，就是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回顾上个星期五。那既然已经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纳指它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后续我们要怎么办？首先先看一下纳指它回调的一个位置呢，是来到了上一轮的一个结构9的一个低点，也被跌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它的一个周末的一个消息的一个发酵的话，其实对于目前来说，纳指还不算太安全，并不安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警惕这个科技股涨得比较多的股票要可能出现这种回调。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盘前有反弹的，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它的参考位置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纳指的一个1/2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点位是多少，是22,656 ，Lucy 给大家已经算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星期五的这个大阴线一分为二。如果说它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个反弹，比如说它反包掉了前面的这个失地收复掉了一部分，或者说在向上的这一个阳线的话，那我们高点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要去看22,656，它能不能站上去，或者说能不能分几天站上去。在这个过程中，那等于说它能站上去的话，它会修复掉一半的失地。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能修复，它还会继续回调的话，那大家要知道，我们手里的仓位你该减还是要减的，因为有一些股票呢，它并没有跌太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的一个现金是很重要的，现金为王，要把你的本金保住。所以这个呢，就是接下来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我们要如何去应对？那我想我们的一个这个会员朋友，他肯定是在这个地方知道 Lucy 之前给大家讲过。它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减仓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去看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哪些股票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要不要处理掉啊？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呢，之前Lucy 给大家2个防守位，大家应该还记得。第一个呢是这个位置，大概是这个437的一个位置。第二呢就是416.5这个位置。所以说星期五的话，其实它是有跌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特斯拉它是被这个整个这个盘面带下来的，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阴线，是跟纳指。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纳指它如果下跌的话，其实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说呢，这个特斯拉它也会出现回调。那回调的话，我们就依照之前所说的一个防守位，破掉416.5，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减仓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没减仓的话，那本周的话就有点被动了。那我们就要去看它416.5这个位置还能不能去这个出现止跌的阳线，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去反包掉了。那无论如何，它只要反弹的话，正常情况大家都要去减仓的，只要反弹它要去减仓。所以这个过程特斯拉如果你是做波段，或者说你是做短线想要去这个抄底，或者说你的中长线想要去调一调，你在这个位置都要谨慎谨慎处理。因为整个事件呢，现在目前来讲还没有出现缓和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机构呢它修复一下还是会要根据这个市场的消息来的。所以我们对于技术分析上，只要达标的话，最好还是要减仓先出来，以免发生上半年的那种情况。所以这个过程中，大家要看，虽然有一些筹码，但是呢，机构它是不怕被套的。那我们的散户朋友呢，你最起码还是要去这个尊重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 K 线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还是要先去保住自己的一个现金。那我们看一下机构资金呢，它也不多不少的去做了一个减仓，从75这个位置呢是减到了50。那如果说进一步的一个回调的话，它有可能减到25这个位置，也有可能。因为整个市场呢，现在对于这个科技股来说并不是很友好，所以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你按照一个交易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其实呢最后一步在这个位置呢减仓也是有必要的。那它现在如果出现反弹的话，正常来讲我们还是以这个彩虹带为标准。那它如果在这震一震出现这个变字的话，那你肯定要先出来，因为它变的话是变成了一个空方带了。所以呢，我们要以大环境来去看，那等到特斯拉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去参与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盘前广播啊，因为盘前广播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写了这个防守位置，我写了它在这个地方反复横跳，下面的一个周线防守呢是最后的一个防线，就是416块5毛7，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它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说它下影线反复测试，所以说横盘震荡呢，这个1个多月啊，它这个选方向。但是呢，赶上不巧的是，它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黑天鹅事件，所以呢，我们要以它的一个这个位置来去做参考。所以说，它既然在这个位置选择了一个这个破位向下的话，那我们就要尊重市场，这个是一定要的。那接下来后续，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还能去反弹，或者说它还能在这个趋势线位置去反弹的话，那正是我们去抄底的一个点。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图。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上个星期五啊，已经走出了像它试探前边的一个前高的一个位置。那我想148块7毛5这个位置啊，之前呢 Lucy 是给到大家去画过的，股价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瞄准过啊它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它在盘中试探过高点之后呢，由于整个行情的一个问题呢，它出现了一个回落，而且呢回落的一个幅度从这个上涨4个点到5个点，到回落到这个-3，其实它的一个幅度呢也是蛮大的，大概有7、8个点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它的一个振幅有这个11%啊，所以说它的一个振幅还是蛮大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市场，它没有站上去，而且它走出了一个什么？走出了一个 Lucy 说的这个不好的一个点，就是它试探了之后又回调了，它不是阳线靠上去的，它现在是一个冲高回落，是一个阴线。所以在这个地方满足了我们什么？它满足了一个阴线我们减仓要出来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大家赚钱是要做什么？就是以灵活的去跟进。那接下来它就会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附近，根据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势，那我们还要再去看它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有参照的。那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有跟大家去想，我说它在这个位置止跌之后呢，第3天那价格呢是比较接近我们前高了，148块8，第一个目标位。那这个位置如果说出阳线拉升，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突破。但如果说高开低走阴线，那就适当的降仓位，静观其变。所以说从资金控盘图来看，都是机构在推，那突破的话概率大一些，但是呢赶上这个时间不太好。所以说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我们知道的朋友，你看到了我的一个思路的话，你在这个位置哪怕说你149减仓也是不亏的。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要知道，那近期呢是机构资金在这个位置是有这个做多的一个意图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根据它的一个止跌信号再去参与就可以了。那这个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那如果说啊，咱们的订阅粉丝们啊，你没有看到 Lucy 的一个财生的盘前广播，那我会写到我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包括交易思路啊，是文字版的，还有参考价位。那没有看到的啊，新加入的我们的粉丝朋友，那 Lucy 呢会给大家有整整15天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的一个体验期。那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文字广播的，那可以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第二个福利呢，是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那本周呢 Lucy 会跟我们的团队老师们为大家精心打造了这个量化精确交易的这个4种模型的一个课程，是我们的一个内部课程。那为期呢是4天，从10月14号到10月17号这4天，每天呢香港上午10点会为大家去讲解一些市场上这个能看懂主力机构资金的一些这个技术分析方法。如果说想报名学习的朋友们，你可以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15，数字15，就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个课程链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近期呢 Lucy 对于 Circle 的一个跟踪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去讲了说这个 Circle 呢它是单阳不破但是它星期五的这个 K 线呢就有一点说法了，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呢还是这个稳定币和币圈，对吧，都是出现了一个暴跌，而且呢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是给大家写好了，就是145块8。如果说大家看懂了这样的一个图形，或者说听过 Lucy 讲的这个方法，那大家要知道它一旦破位是我们先出来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减仓的话，对于前期买入的股票其实是没有去亏多少，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知道去保护自己。
那现在呢，其实 Circle 的话，它又回到了这个股价又回到了这个阳线的一个底，等于说我们学习的方法现在是可以用的。它在这个过程中，对吧？它破了底位，它如果说在1天之内收回的话，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根据行情或者说根据黑天鹅事件出现的一个下跌，那没有关系。第2天修复回来的话，等于说它是一个假跌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是什么呢？我们的防守点位就要画在这个位置了，我们就要去画在这个地方，这个价格是132块9毛4。如果说它在近期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就说 Circle 在这个地方它算是一个企稳的一个动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它在这个位置，还有我们的一个趋势线，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不会跌破彩虹带，彩虹带也不会出现这个变字的话，等于说我们还可以去抄它一个底。那这个呢是 Circle 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当然如果说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不太明朗，我们先不要动，先观察一下也没有问题，等它站稳到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把这个阴线去吞噬掉了之后也可以。所以说近期呢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仓位不能太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PLTR 呢，近期它在这个位置反复的去试探，股价呢其实变化的幅度在这个175到185之间吧，它在这个10块钱之间震荡的有好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小阳大阴小阳大阴，所以说这个走势呢其实不是很好看，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 N 字下跌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以这个9号 K 线这个位置去做参考的话，目前来讲周五是跌破了，现在呢盘前是有一点点的一个修复，但是修复不代表说它这个后续能现在能走强。那我们唯一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上方的一个高点，大概是这个188这个位置一定要突破过去，等于说它方向选择向上了，不然现在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很乐观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必要去做一个特别风险大的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再跌破176块7毛1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不是很乐观，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还要等市场对于资金的消息的一个消化再做决定。所以这个位置呢还是要再等一，如果说连续出现的这样大阴线小阳线的话，那我想这个位置就是说还是要谨慎一些，至少等多一个信号，或者说等它走出右侧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再去看。那这个呢也要结合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再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分析的股票呢都是我们粉丝朋友留言的，想要 Lucy 去分析的。像这一只股票呢是 DXYZ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这只股票之前我记得给大家分析过，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这个白 K， 那等于说在这个位置没有出现资金的一个流入的话，还是觉得它不会说走强。但是呢它连续后续的2天反弹直接呢从21涨到这个33，它的一个幅度还是蛮高的。但是我们看到它连续的一个回调，等于说它又回到了我们的一个边界点。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周五的话它是回调，这个是一个突发事件，所以说后面我们要看它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位置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是因为它的一个彩虹带没有打开它的一个开口。那这个地方其实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方法呢，就是说它能不能出现阳线反包。如果说出现阳线反包站稳了彩虹带的话，其实是可以买的。等于说这个主力呢他可能想要去拉升这个股票，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要解读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意图是什么。所以它的一个构建呢，就是说这个蓝白 K 的话比较关键，但是没有聪明资金流入的话，这个位置呢是给了机会。但这个过程那我想它必须得是出阳线给多它一个阳线，它等到收盘之前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你看到它这个反包的话，你再去买才比较安全。那这个呢是 DXYZ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FIG， 这个是一个新上市的一个股票。那我们知道它是做机器人的，那近期呢我们会发现它发布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视频包括它的一个进度还都比较超前比较好。所以说我们近期看到呢，它在这个位置不断的是有这个聚宝盆出现，蓝 K 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反包，包括彩虹带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变化。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呢你要买的话，或者说想入手这一只股票的话，其实呢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了。如果说我们的一个 MACD 呢是这种上穿0轴的一个动作的话，那它这个位置势必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包阳线。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我们要去期待一下，因为毕竟呢，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发布啊，包括它的一个进展呢，还是蛮快的。那我们从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来去看的话呢，它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有日线的一个聚宝盆，包括它才是刚刚启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资金控盘图呢，有大部分机构资金的一个流入了。所以说这只股票的话，咱们这个粉丝朋友呢，如果关注的话，还是可以去参与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甲骨文的日线走势图。那甲骨文的话，最近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就只能分析这一段，因为它的一个跳空缺口啊，包括它的一个整个订单的一个效果，现在只要说啊，这个跟这个 OpenAI 啊有这个沾边的，或者说跟这个甲骨文有合作的，其实呢还算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走势。那这个位置我们要去分析的话，等于说它在彩虹带这个位置有蓝 K， 而且呢它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零轴上方的 MACD 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过程呢，是走出了这个红色的这一段时间呢是修复。所以说这一个位置它现在呢是容易出现变字，但是变字的话它可能出现变黄之后再变紫色，所以说我们呢要灵活的去看，那毕竟这一只股票它还是风口浪尖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这个资金呢它有一点点做空的一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红柱有一点点出现，虽然说绿柱没有出现这个就是大幅度的一个撤退，但是它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这个红柱的一个资金出来。所以说这一个过程我们要去看，就是说它必须得是有那种就是阳线的一个信号才可以，或者说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方式方法那才能用。那不然的话，其实甲骨文的话在这个位置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压力位是如何处理的，等于说它前方的这个322这个位置，包括这样的一个运线组合，对它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那没通过之前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抛压存在。但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利好公布，包括有一些这个合作的话，它出现这种阳线突破了322这个位置的话，那它出现金叉才是跟进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甲骨文还是要再去等一等它的一个走势。但是呢，其实如果说没有这种这个黑天鹅事件的话，其实甲骨文它的一个反弹呢，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呢是对于这只股票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只股票呢是 Meta 的日线走势图。那 Meta 呢最近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啊、深度，包括时间呢都比较久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它有一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它虽然出现蓝 K 了啊，也出现这个反包了，但是呢走的一个时间点并不好。就是这个位置它出现了这个纳指的一个回调，顺势它也出现了回调，而且是破位了。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去看的呢，就是说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这个反弹，包括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就是 Meta 它这个位置回调，还是要去进一步的再等一等它的一个时间。那毕竟它在这个过程中，从这个795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顶部结构啊，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M 的一个顶，而且呢，它在一个中轴的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它反弹到这个位置没有上去，然后跌破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去用技术分析去看一下啊，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如果说这一组机构成本线它不能反弹的话，我们就要去看下一组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呢，这个 Meta 的话，它的一个位置现在还不算是比较清晰的，而且我们看到了它还在彩虹带和我们的趋势线的一个下方。所以说 Meta 的话呢，想要抄底的话，还要再等一等。当然，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出现金叉，或者说它要出现这种聚宝盆的话，那就是更好的。如果没有出现的话，稍微来说弱了一些啊。这个呢是 Meta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只股票是 AXP 的一个走势图。那日线走势图的话，现在比较明显的是走了一个下降结构9，而且呢出现蓝 K。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第一反应是它下调还没有结束，而且在这个地方呢还不能这个抄底。那我们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说，这个9号 K 线3天之内不会跌破，你才有这个短线的一些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MACD 它还是向下
下的，而且要穿到弱势区域了，而且我们能看到配合的是什么？这个资金的一个撤退。所以说无论如何呢，这个位置它还是不能抄底。它虽然有蓝 K， 但是这个不是唯一标准。所以在当下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要再等一等。而且呢，它散财童子才出现没多久，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等待的呢是最好是等多3天去看它的一个这个走势情况，然后呢再做决定。所以目前呢，现在还不是一个抄底的一个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普拉格能源这只股票，那也是我们粉丝朋友呢想要去分析的啊。当然这个能源股呢，最近它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强的，它的节奏是从这组蓝 K 开始，然后呢拉升啊，黄 K 这个最终都没有被跌破啊，这个股还是走的很有节奏很强的，而且呢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它没有跌破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所以说在这个股票上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啊使用的一个方法呢还算是比较明确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近期在这个地方它都没有出现止跌信号的话，就再等一等。它的一个标准呢是，如果说这一根 K 线啊，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拉升的一个位置没有跌破的话，出现止跌阳线，然后再跟进的话，会有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确定性比较高。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位置呢是离 MACD 呢是有点远，如果说它出现了一个死叉啊，出现了一些红柱子，那我们就要等一等，等它的一个修复呢，最好是在0轴附近，我们再上车啊，或者说它在这个位置震一震，然后才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再等一等。如果说短期再去说在这个位置呢，是说彩虹带这个位置，你想去买它的话，那可能呢会这个风险大一些。那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之前讲过的啊，一根阳线，如果说它的一个成交量啊是一个倍量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参考它的一个底，去做一个防守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就是这只股票，当然呢它底部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机构资金了，所以说它托举的话，它的一个选择方向完全是看这一个位置的一个机构资金的一个动作，它想拉升它就会有机会，那它会给你信号的，比如说这个止跌信号。但如果说它不想拉升，出现一个回调的话，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位置大家要看好了这一个缺口的一个这个3.078这个位置呢，缺口的一个消化的一个程度，再去做这个分析。它现在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出现止跌信号，是不能买的。这个呢是对于这只股票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